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ichard Dawkins 的自私的基因。Richard Dawkins 是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他长期研究动物行为和进化理论。自私的基因最重要的影响，不是把生命讲得更残酷，而是把观察进化的镜头换了一个位置。我们通常理解生命，会先看到一个个具体的身体，一只动物怎样活下来，一对亲代怎样照顾后代，一个群体怎样延续下去。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个体会死亡，群体会变化，真正一代代被复制、被筛选、被留下来的是遗传信息。Dawkins 想让读者看到的，正是这种基因的复制逻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哪些遗传信息更有机会穿过一代又一代生命，继续保留下来。所以书名里的自私不是形容人，不是在说某个人冷漠、贪婪或者只顾自己，它指向的是复制者的视角。所谓复制者，就是能够制造自身副本，并借助一代代生命延续下来的信息单位。对这本书来说，最核心的复制者就是基因。那些更能帮助自己被复制的自私的基因，更容易在漫长时间里留下来。这个角度听上去有些反直觉，却能把很多原本分散的现象连起来。动物保护后代，发出警戒信号，彼此合作，甚至在亲密关系里发生冲突，都不再只是为了个体或为了物种这么简单。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先把视角从个体和物种移开，放到能够跨越世代的复制者身上。沿着这个视角，利他为什么可能出现，合作为什么能够稳定，冲突为什么会藏在亲密关系里，以及后来被称为魔音的文化传播为什么会变得重要，都会逐渐连成一条更清楚的解释线索。我们平时解释动物行为，常常会不自觉地说这是为了物种延续。一只鸟辛苦喂养雏鸟，像是在为整个鸟类未来付出；一群动物遇到危险时发出警戒，像是在保护整个群体。雄性动物为了争夺配偶展示力量，也容易被理解成物种繁衍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顺口，但它有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行为都能被解释成为了物种，那这个解释就很难区分哪些行为真的能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哪些只是我们事后给结果加上的说法。基因视角要换一个问法，他不先问这个行为对物种有没有好处，而是问这个行为背后的遗传倾向能不能让相关遗传信息更有机会进入下一代。这个转向很重要，因为自然选择并不会像一个规划者那样提前为整个物种安排最舒服、最和谐的道路，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筛选，能够复制下去的遗传信息留下来，不能稳定复制的遗传信息慢慢减少。孔雀的尾羽就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那条尾羽漂亮、醒目，却也沉重，甚至会让雄性更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如果只从个体安全看，它并不划算；如果只从物种整体效率看，它也不像一个节省资源的设计。但在择偶环境里，醒目的尾羽可能提高交配机会，让相关遗传信息更容易被传下去。这里的关键不是个体活得最省力，也不是物种整体最舒服，而是某些遗传特征能不能在繁殖中获得优势。这个视角不会否认个体和群体的重要性。没有身体，基因无法行动；没有环境，选择也无从发生。但解释的重心变了，身体、行为、竞争和繁殖不再只是一个个孤立的生命故事，而是遗传信息被筛选的过程。个体像是一段时间里的承载者，基因则是穿过时间的复制者。只有先把这一点看清楚，后面那些看似互相矛盾的行为才有可能放到同一条逻辑里理解。如果基因才是跨越世代的复制者，那身体是什么？生存机器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会，好像动物只是被基因遥控的机器人。更准确的理解是，基因本身不会走路，不会觅食，不会躲避捕食者，也不会照顾后代。它们必须通过身体进入世界，通过身体的结构、感觉、神经系统和行为倾向，
在具体环境中争取被复制的机会。一只刚孵化的小海龟从沙滩爬向海面时，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着什么遗传信息，它只是朝着光线和海浪方向移动，避开沙滩上的危险，努力进入海水。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一个幼小个体的求生故事，但从更长的时间看，它也是一套遗传信息在环境中接受考验，能够让身体更好地破壳、辨认方向、移动、躲避风险的倾向，更有机会通过幸存者进入下一代。所谓身体像生存机器，不是说身体不重要，也不是说生命没有真实感受。恰恰相反，身体是基因和世界发生关系的地方。眼睛、翅膀、肌肉、鳞片、神经系统、激素反应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零件，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可以行动的生命体，让遗传信息不只是停留在分子层面，而是能够在真实环境里遇到食物、危险、配偶和竞争者。这个说法也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个常见混乱，不要把基因再复制理解成每一个基因都在单独指挥一个动作。实际生命要复杂得多，一个行为往往有许多遗传因素、发育过程和环境条件共同塑造。基因视角强调的是解释重心，而不是把生命简化成一条命令链。身体会经历一生，基因借助身体面对环境，身体死亡以后，只有那些成功进入下一代的遗传信息才继续参与后来的筛选。看清这一点，个体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谁操控谁。个体在当下活着、选择、学习、反应，基因在更长的时间里被保留、组合、淘汰。进化的故事同时发生在这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眼前的生命如何行动，另一个层面是哪些遗传信息借助这些行动穿过时间。把观察单位移到基因，很容易引出另一个误会，既然基因这么重要，是不是所有行为和结果都已经被基因写死了？这个误会必须先放下。基因视角并不是基因决定论，它强调遗传信息如何在进化中被复制和筛选，但一个生命最终会怎样，并不只由一段遗传信息单独决定。环境、发育、学习、营养、制度和文化都会改变基因倾向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医学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苯丙酮尿症 Phenylketonuria PKU， 它是一种遗传代谢疾病，和特定基因变异有关。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管理，体内某些氨基酸代谢异常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现代新生儿筛查能够在出生后早期发现风险，随后通过严格饮食管理，显著改变许多孩子的成长结果。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遗传条件可能很重要，但它并不等于不可改变的命运。基因提供了风险结构，环境和干预会影响结果。这个例子放到更宽的行为理解里，同样有启发。一个动物可能带着某些行为倾向出生，比如对危险更敏感，对亲代信号更有反应，或者更容易学习某些行为。但具体行为能不能出现到什么程度，常常要看环境。食物是否充足，捕食者压力有多大，群体中有没有可模仿对象，早期经历是否稳定，都会改变同一套遗传倾向的表现。人类更是如此。语言、教育、制度、道德规则和长期计划能力，让人不只是遗传倾向的被动结果。我们会有本能反应，也会学习延迟满足，会受亲缘和身份影响，也会通过法律、文化和公共规范扩大合作范围。理解基因视角，不是为了说我们只能这样，而是为了看清很多倾向从哪里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放大或被约束。第二层误会也要避免，既然基因不是命运，就把基因完全拿掉，这样同样会错。基因提供了一组起点和倾向，环境则提供了触发、限制和改变这些倾向的条件。进化不是一张写死的剧本，而是一套在遗传信息、身体和环境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
只有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后面讨论利他、合作和冲突时，才不会走向简单化。一旦把视角移到基因，利他行为就不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反例。表面上看，利他意味着个体付出成本，让另一个个体得到好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行为会让行动者付出代价，为什么这种倾向还能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答案不能只停在为了群体好，因为群体收益很容易被不付出成本的个体利用。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付出成本的行为怎样仍然可能让相关遗传信息获得延续机会。亲缘选择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William Donald Hamilton 在1964年的2篇论文《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中，把这个问题推进到基因层面。一个个体不只是通过自己的后代传递基因，也可能通过帮助携带相同基因副本的亲属，提高那些基因继续存在的机会。这里引出的概念叫包容适合度。它不是只看一个个体自己留下多少后代，还要看他的行为怎样影响亲属身上那些相同基因副本的延续。贝尔丁地松鼠 Belding's Ground Squirrel 生活在北美西部山地草甸里，常常在开阔环境中活动。遇到捕食者时，发出叫声会提醒周围个体躲避，但叫声也可能暴露自己。研究者 Paul Sherman 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地松鼠的观察发现，雌性更常在附近有亲属时发出警戒，尤其是面对地面捕食者时，这种行为更容易被理解为保护亲属。对发出警戒的个体来说，叫声有风险；对附近携带相近遗传信息的亲属来说，叫声可能提高存活机会。这不是在说动物会在脑子里计算亲缘系数，也不是说每一次警戒都能被一个公式完整解释。它要说明的是另一件事，在长期筛选中，如果某种倾向经常让相同基因副本获得更高延续机会，这种倾向就可能被保留下来。亲代照顾幼体，亲属之间互相帮助，某些社会性昆虫里供蜂不繁殖却帮助蜂群，都可以放进这个框架理解。这样一来，自私的基因和个体层面的牺牲就不矛盾了。个体可能付出成本，但如果这个成本换来的是相关基因副本更高的延续机会，基因层面的账就不是单纯亏损。利他行为不是推翻基因视角的证据，反而提醒我们，如果只盯着单个身体，很容易看不清遗传信息在亲属之间的分布。亲缘选择解释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个体会帮助亲属？但自然界里的合作不只发生在亲属之间，两个没有近亲关系的个体也可能互相倾轧，分享信息，共同防御，甚至在危险时彼此帮助。这个时候，问题就变成了，如果对方和自己没有明显血缘关系，合作为什么不会马上被欺骗者摧毁？互惠利他给出的答案是把时间拉长。Robert Travers 在1971年的论文《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中提出，如果个体之间会反复相遇，能够记住过去互动，并且未来有机会把帮助还回来，那么一次付出成本的行为就不一定只是损失。今天帮助对方，可能换来明天对方帮助自己。相反，如果一个个体只接受帮助，却长期不回报，它也可能被其他个体识别并排除在合作之外。这种互惠关系在吸血蝙蝠的食物分享中表现得很清楚。它们以血液为食，有时夜间觅食会失败。Gerald Wilkinson 在1984年发表于 Nature 的研究中，观察到吸血蝙蝠会把血餐反刍给其他个体，分享对象既可能是亲属，也可能和过去互动机会有关。这个行为对捐出血餐的蝙蝠有成本，但对未觅食成功的蝙蝠可能很重要。更关键的是，这种分享发生在长期相处的社群里，个体之间并不是一次性陌生人。这类合作不需要把动物想象成有道德宣言的主体，它只需要几个条件：互动会重复，个体能在某种程度上识别对方，过去的行为会影响未来的对待方式，背叛会带来后续成本。
在这样的环境中，合作就不是单纯的善良，也不是对自私基因的否定，它可以成为一种更有利于长期延续的互动方式。这个视角也能解释为什么合作对环境很敏感。如果互动只发生一次，欺骗成本很低，彼此也不会再见面，那么短期占便宜就更容易出现。可是在长期群体中，名声、记忆、关系网络和未来报偿都会改变收益结构。合作能不能稳定，并不取决于一具动物善不善良，而取决于互动条件是否让合作比持续背叛更有延续优势。所以，利他和合作不是基因视角的漏洞，它们提醒我们，基因层面的自私并不等于个体层面的短视。真正能穿过时间留下来的倾向，往往要经受环境和其他个体的反复检验。一个策略如果只在一次互动里占优，却破坏了未来所有合作机会，它未必能在长期竞争中稳定存在。如果基因视角只是简单鼓励短期占便宜，那自然界应该到处都是无限升级的攻击和欺骗。可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许多动物之间的冲突会停留在威胁、展示、追逐和有限搏斗上。鹿会用鹿角较量，鸟会展示羽毛，鱼会争夺领地，但很多冲突并不会立刻变成不顾代价的致命战争。这说明一个行为策略能不能留下来，不只看它在某一次冲突里是否强硬，还要看它在整个群体互动中是否稳定。John Maynard Smith 和 George Price 在1973年发表于 Nature 的论文《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中，把博弈思路引入动物冲突研究，提出进化稳定策略这个概念。他要讨论的不是动物会不会像人一样算账，而是不同策略在群体中相遇时，哪一种组合更可能长期保留下来。一个策略如果在群体中已经很常见，并且面对少量入侵策略时仍然不容易被取代，它就可以被看成进化上稳定。鹰鸽博弈是这个思路的经典表达。这里的鹰和鸽不是具体鸟类，而是两种冲突策略的代号。鹰策略代表强硬争夺，愿意升级冲突；鸽策略代表展示和退让，避免付出严重受伤成本。若全是鸽，少量鹰可能占便宜；若全是鹰，冲突成本会非常高，受伤会让强硬策略本身变得昂贵。最后留下来的，常常不是单一的永远强硬或永远退让，而是和环境、资源价值、受伤成本、对手策略有关的稳定组合。这个思路能把合作和冲突放到同一张图里。合作不是因为生物突然摆脱了竞争，冲突也不是因为生物只会盲目攻击。许多行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特定互动条件下，它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收益结构。威胁展示可以减少真正受伤的机会，有限搏斗可以测试对手能力，退让有时能保存未来繁殖机会。看起来不够强硬的行为，在长期竞争中未必吃亏。这对理解自私的基因很关键。基因层面的复制利益，并不总是支持最直接、最粗暴的个体行为。一个让个体过早受伤、失去繁殖机会、破坏合作关系的策略，即使在某一刻显得占优，也可能在长期中被淘汰。相反，那些能在竞争、成本和未来机会之间形成平衡的行为倾向，更可能被保留下来。亲缘选择说明，个体牺牲有时能帮助相关基因延续；互惠利他说明，非亲属之间的合作也可能在重复互动中稳定。进化稳定策略则进一步提醒我们，竞争本身也会受到成本和对手反应的约束。利他、合作和冲突并不是三套互不相干的解释，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倾向能让相关遗传信息在真实环境中延续下去？利他和合作并不意味着生命关系里没有冲突，相反，基因视角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它能解释为什么亲密关系里也会出现拉扯。亲代和后代之间有大量共同遗传信息，父母照顾孩子并不是进化论的谜题，真正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
既然亲子之间有这么强的联系，为什么还会围绕资源、时间和投入发生冲突？ Robert Travers 在1974年的论文《Parent-Offspring Conflict》中，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亲代和后代并不是利益完全一致的两个角色。亲代会把资源分给不同后代，也可能保留未来继续繁殖的能力，而某一个后代会更直接地从自己获得的食物、保护和照顾中受益。对亲代来说，把所有资源都投给一个后代，可能会牺牲其他后代和未来繁殖机会；对这个后代来说，争取更多资源却可能提高自己的存活机会。鸟巢里的雏鸟争食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场景。亲鸟带回食物时，几只雏鸟同时张嘴伸颈发出叫声。每只雏鸟都和亲代有亲缘关系，也和同巢兄弟姐妹有亲缘关系，但它和自己最相关。它多得到一口食物，可能意味着其他雏鸟少得到一点。亲鸟也不是无限资源的供应者，它必须在当前这窝后代、自己的体力以及未来可能的繁殖机会之间分配投入。真实生命里有照顾、依赖和互动，也有争夺、限制和妥协。基因视角只是提醒我们，共同利益并不等于完全一致的利益。亲代希望后代存活，但不一定希望某一个后代无限索取。后代依赖亲代，但也会表现出争取更多投入的倾向。这种张力不是亲情的反面，而是亲缘关系中的利益结构本来就不完全重合。这个视角还能把前面几类行为连起来。亲缘选择解释了为什么帮助亲属有进化意义，互惠利他解释了为什么非亲属之间也可能合作，而亲子冲突说明，即使在血缘最接近的关系里，也仍然会出现资源分配问题。生命关系不是简单分成自私和无私两类，很多时候，真实状态是在共同利益和局部冲突之间来回摆动。前面的讨论都围绕基因展开，遗传信息怎样借助身体延续，怎样通过亲缘、合作和冲突影响行为。到了文化这里，问题会变得更有意思。人类有语言、模仿、教学、文字和媒介，很多东西并不是通过血缘遗传进入下一代，却也能在人群中延续很久。一首旋律、一个故事、一种仪式、一句口号、一项技术，都可能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魔音这个概念出现的背景。魔音 meme 不是今天狭义的网络表情包，也不只是搞笑图片。它原本指的是一种文化复制单位，能够通过模仿在人群中传播的观念、习惯、旋律、记忆或表达方式。基因通过生殖进入下一代，魔音则通过学习、模仿和传播进入另一个头脑。二者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们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共同问题：什么信息能被复制，什么信息能在竞争中留下来。比如一段旋律，如果容易记住、容易哼唱，能在集体场合被反复使用，它就更容易传播。一个宗教观念，如果能提供解释、情感安慰、群体归属和行为规则，也可能在很多代人之间延续。一个科学概念，如果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现象，就会被写进论文、教材和课堂，被不断引用、改写和传播。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把文化简单说成基因的附属品，而是看到文化也有自己的复制路径。但这个概念也不能被用得太满。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能被一个魔音解释完，也不是每一个流行观念都像基因一样有清楚边界。文化传播会受权力、制度、教育、媒介、情感和历史条件影响，比遗传复制更松散，也更容易变形。一个观念被传播，不等于它正确；一个习俗能延续，也不等于它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它只是说明这种信息在某些环境里获得了复制机会。魔音的价值在于把复制者视角从生物延伸到文化，同时保留差别。基因提醒我们，身体背后有遗传信息的延续；魔音提醒我们，
头脑和社会里也存在信息传播的竞争。人类生活在两种复制逻辑之间，一边是遗传带来的倾向，一边是文化不断写入的观念、规则和习惯。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为什么人既是生物，也是文化动物。把基因放到解释中心，并不是要人服从基因。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把自私的基因误读成人只能自私，整套视角就会变成一种宿命论；如果把它误读成自私是自然的，所以自私就是合理的，它又会变成一种粗糙的辩护。基因视角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给行为盖章，而是让我们知道某些倾向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特定环境中反复出现。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有漫长进化史留下的身体和倾向。我们会对亲近的人更敏感，会在资源压力下更警惕，会在群体中模仿他人，也会被短期利益吸引。但人类又不只是这些倾向的集合。语言让经验可以被讲述，教育让知识可以跨代积累，制度让合作可以超出血缘和熟人范围，道德反思让人能够问一句：这个冲动虽然存在，但我是不是应该照着它行动？这也是理解生存机器这个说法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身体承载基因，但人类社会又不断把新的文化信息写入身体和头脑。一个孩子不是只由遗传信息塑造，也会被家庭、学校、法律、故事、榜样和惩罚塑造。一个成年人也不是只按照本能反应行动，他可以学习、延迟、克制、合作，甚至为一个抽象原则承担成本。基因提供起点，文化和反思改变路径。这并不是在说人类已经摆脱了生物性，恰恰相反，只有承认这些倾向存在，才有可能更认真地设计规则。比如，如果人天然更容易偏向亲近的人，制度就需要减少任人唯亲；如果人容易被群体情绪带动，公共讨论就需要证据和程序；如果人会把短期奖励看得过重，教育和规则就要帮助我们把时间拉长。理解倾向，不是为了放任倾向，而是为了减少被倾向牵着走。这样理解自私，它就已经和日常道德判断拉开距离。它描述的是基因作为复制者在进化中的筛选逻辑，而不是对人类生活的最终判决。人可以理解这种逻辑，也可以借助文化、制度和自我反思和某些倾向保持距离。看清基因的力量，不是为了说人注定怎样，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在哪些地方格外小心，在哪些地方主动建立更好的规则。自私的基因是一本容易因为书名被误解的书，它不是在告诉人们应该自私，也不是把人类行为简单归结为基因命令。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把观察生命的视角从个体和物种移到能够跨越世代的复制者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很多原本分散的现象会呈现出一条更清楚的线索。身体不是进化故事的终点，而是遗传信息进入世界、面对环境、争取延续机会的方式。利他行为不是自私基因的反例，因为亲缘选择能解释为什么个体牺牲有时会帮助相关基因延续。合作也不是自私的反面，因为在反复互动、记忆和未来报偿存在的环境里，互惠关系可能比短期欺骗更稳定。冲突同样不是简单的善恶问题，它常常来自共同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不完全重合。这本书最有穿透力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没有停在动物行为里。魔音的提出，让复制者视角从基因延伸到文化、旋律、观念、口号、技术、习俗，都可能通过模仿在人群中传播。它们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有益，但只要在某种环境里更容易被复制，就可能占据更多人的头脑和时间。不过，看清这些机制，并不等于接受宿命。理解亲缘偏向，不等于纵容任人唯亲；理解短期诱惑，不等于放弃长期约束；理解观念会传播，不等于任由自己被流行情绪带走。
人类拥有语言、教育、制度和反思能力，正因为能理解自己的来源，才有机会不被来源完全支配。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的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和认知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你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更稳健的回报。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